绿头发的永志被美女一脚踢进水中，不一会儿就从水里窜了出来，浮在空中。除了恶魔果实能力者，他还没有见过能飘在空中的人。这是吉尔玛66特有的科学技术，是无法通过学习而掌握的技能。吉尔玛66是以科学来强化自己的集团，是著名的科学战斗部队。这就是大妈想获得的力量。大妈想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吉尔玛66缔结血缘关系，原因就在于此。而统领吉尔玛66的文斯莫克家族，就是曾经以武力称霸北海的王族。他们曾经是一个时代邪恶的代名词。也正是因为此，文斯莫克家族和吉尔玛66成了插画中的反派代表人物。直到现在，文斯莫克家族依然是被世界政府承认的王族，拥有着参加世界会议的资格。文斯莫克家族统领的吉尔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固定国土的国家，所以山治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皇子。闯入桑尼号的高挑美女名叫雷九，也是卷眉毛，她是永志和山治的姐姐，在吉尔玛66中的代号为剧毒粉。雷九走到路飞面前，看着浑身长满湿疹、中毒很深的路飞，立刻分析出了病因。路飞是因为吃了热尔海中的海虎鱼的鱼皮而中毒的，这种鱼的毒素就算是巨人吃了也会当场暴毙。不得不说，路飞也是命大，没有立刻就挂掉，而且还幸运地碰上了专门克制各种毒素的雷九。雷九跪在路飞面前，二话不说直接吻了过去，众人都惊呆了。这等场面如果让女帝汉沃克看到了还了得，幸亏女帝不看海贼王。布鲁克惊呼：我要是代替路飞中毒就好了，只可惜我没有嘴唇。雷九不是简单的亲吻路飞，而是直接把路飞身上的毒素吸入自己体内。肉眼可见的路飞身上的湿疹被雷九吸了过去，雷九身后的翅膀一样的装饰也发生了变化，像蝴蝶一样的翅膀漂浮起来。不多时，雷九就将路飞身上的毒素全部吸进了自己体内里。吸完了毒素，雷九居然毛事没有，还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唇，好像吃了什么十分美味的东西一样。大家都惊呆了，世界上居然还有人有这等能力，不怕剧毒。早知道就把他推进城就好了，能把毒王麦哲伦吸干。路飞咳了一下，苏醒过来，完全恢复了活力，简直就像没事人一样，而且还惦记着美味的鱼皮。纳美气得要发飙，刚刚路飞可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圈，大家都要担心死了，他还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。布鲁克将雷九介绍给了路飞，这可是你小子的救命恩人。雷九是山治的姐姐，根据雷九的介绍，多年前山治与文斯莫克家族失散，父亲一直在寻找他。2年前，山治的通缉令出来，山治的父亲看到后，立刻让海军本部去追捕他，结果却误把一个叫迪巴鲁的人当成山治。直到最近，海军方面终于拍到山治清晰的照片，山治的父亲立刻提高悬赏金，并且将通缉令上的不论死活改成了只许活捉。提到山治，路飞就心头一紧，他一改完全的态度，认真的告诉雷九，虽然很感谢你救了我一命，但是山治必须还给我，他是我的伙伴。雷九看了路飞良久，什么也没说，只轻轻一笑。一边的永志看不下去了，撇撇嘴，姐姐真是多事，救了一个敌人。双方都不想继续耽搁时间，吉尔玛66率先扬起帆航，弃航离开了。水下，人鱼族阿拉丁正密切关注着一切，吉尔玛居然没有和草帽打起来，阿拉丁大感意外。阿拉丁在这里意味着圣皮和鱼人族的太阳海贼团也在不远的地方。小巴为路飞检查了身体，果然已经没有大碍了。路飞站起身，肚子饿了，打算继续钓鱼。贝克穆斯告诉大家稍安勿躁，因为马上就可以看到小岛了。大妈所在的蛋糕岛周围有34个小岛，分别由34个大臣管理着，人称这片海域为万国。正说着话，前面又出现了船的影子，这次不是巨型的轮船，而是一个小小的蛋挞船。贝克穆斯告诉大家，那个正是大马海贼团的侦察船。现在众人急需变装隐藏一下，否则被侦察船发现潜入就失败了。大家立刻躲进船舱里，贝克穆斯驾驶桑尼号跟随侦察船靠岸一座小岛。侦察船里的那些起死士兵都比较白痴，很轻易的就相信了贝克穆斯扯的谎。贝克穆斯轻松蒙混过关。就在贝克穆斯接受起死士兵盘查的那么一点时间里，路飞和乔巴已经悄悄地溜到岛上，二人一路狂奔，来到了岛上的镇子里。刚探见镇子，两人的眼睛就亮了。这是一个由巧克力堆积起来的镇子，房屋、建筑、喷泉都是巧克力，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。路飞和乔巴简直目不暇接，完全不知道该看哪里，该从哪里下口。先喝一口喷泉再说吧。喷泉里面喷出来的都是巧克力浓浆，二人喝得心满意足，继续向前逛。镇上除了建筑物都是巧克力的，还有巧克力洗澡堂、巧克力的衣服、巧克力乐器、巧克力钟表、巧克力烟花。这些巧克力可不是装饰，而是通通可以直接吃掉的真实巧克力。桑尼号上，娜美和加洛特按照贝克穆斯的要求换好了女仆装，准备登岛去买一些食物。距离山治所在的蛋糕岛还需要1天的时间，所以时间紧迫。就算贝克穆斯这边蒙混过了果子塔里面的起死兵，但依然有被发现的危险，所以应该速战速决。买完东西赶快离开才是上策。加洛特从佩德罗那里拿来望远镜，向岛上看去，一眼看过去，岛上十分热闹，除了各种各样的巧克力建筑，还有各种各样的人种。这就是四皇大妈的治国方针。大妈的最终愿望就是要建立一个各种人种和睦共处的国家。
人类、毛皮族、鱼人族、长手族、族长族、小人族，世界上所有的种族、所有的事物都能在这里和平共处。所以大妈的国家名为万国托特兰，这是大妈独有的乌托邦。目前纳美他们停靠的这个岛是由巧克力大臣治理的可可亚岛，小镇的名字是巧克力镇。小镇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巧克力做成的，而且这些巧克力可以随便吃。不过屋顶上的巧克力不可以随便吃，因为吃掉的话就不能遮风避雨了。吃屋顶的巧克力是违法的行为。除了巧克力之外，建筑物是由糖果大臣提供的糖果，建筑物的柱子是由饼干大臣提供的饼干。除了巧克力以外的物品都是私人物品或公用物品。布鲁克冒出头问了一句：“内裤也是巧克力做的？”贝克穆斯回答：“当然了。”布鲁克高兴地大喊一声。贝克穆斯因为担心撞见熟人不方便登岛，就等在船上，等着路飞等人回来。提到路飞，贝克穆斯还是很奇怪，为什么他这么安静，没有在船上大吵大闹？那么回答他说，路飞已经跑去镇上去了。贝克穆斯听完慌的一批，如果被人发现是他带草帽团来到万国，回到蛋糕岛，自己就要被揍死了。娜美安慰道：“没事，我很快就能找到路飞的。”镇上突然传出一声声十分刺耳的尖叫声，那边有人喊道：“咖啡厅被吃了！”娜美一指那个方向，告诉贝克穆斯，路飞就在那里。路飞和乔巴二人在镇上惹了大祸，把人家的咖啡厅整个给吃掉了。当地的警察赶到现场，要逮捕二人。路飞和乔巴还想狡辩，警察问你们两个有什么狡辩的理由？路飞撑得直叹气，因为太好吃了呀！警察大吼一声：“少跟我来这套，带走！”佩德罗和布鲁克赶过来，一看路飞和乔巴要被逮捕了，佩德罗立刻做拔剑状，要和警察干一架。这时，一个乘坐飞毯的女孩从天而降，制住了警察。她是这个咖啡店的店长，谎称因为咖啡厅的巧克力快要过期了，所以拜托两个人过来帮忙吃掉。警察对女孩十分客气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就是一场误会喽，那就没什么事了。末了，警察客套又恭敬地对女孩说：“此番您大婚，真是可喜可贺。布林大人，马上结婚了，您还要来店里视察，真是太操劳了。大家都盼着您幸福的。”女孩子害羞地红了脸。没错，她就是马上要和山治结婚的女孩子，夏洛特家第35个女儿夏洛特·布林。当然，此时路飞等人还不知道女孩子的身份。虽然不知道女孩子为什么会帮助他们解围，不过他们还是松了一口气。警察离开后，围观的群众也逐个散去。一个长得像狼外婆一样的狼人毛皮族瞥见了佩德罗，跑过来和佩德罗打招呼：“你是佩德罗船长吧？能在这里见到你，真是很幸运。”佩德罗一把捏住狼外婆的嘴巴，收声：“我是来观光的，别告诉别人。”狼外婆看上去对佩德罗十分尊重，连连答应，然后告别了他。娜美很奇怪，佩德罗居然在这里还有熟人，看来也是个社会小哥呀。佩德罗却沉着一张老脸，看上去并不想多说。布林将大家请进自己的咖啡厅，路飞和乔巴就像两条贪吃蛇一样，疯狂地啃食墙壁。当路飞向布林道谢的时候，布林则一脸羞涩和紧张，他连连摆手，告诉路飞等人，应该是我来道谢，因为你们刚刚说我做的巧克力墙壁很好吃。布林不仅请大家吃自己做的巧克力，还拿出红茶招待众人。温柔善良的布林很快赢得了草帽团的好感。当布林得知眼前这伙人就是海贼草帽一伙的时候，吓得连连退后。你们就是山治军的同伴？你认识山治？娜美等人梳理了一下剧情的前后发展，突然不约而同地尖叫出来：“布林！”这个名字如此之耳熟，之前明明听过。就在卡彭贝基拿出来那张结婚请柬上面，山治的未婚妻夏洛特家第35个女儿，缘分来得如此美妙。没想到路飞等人刚一登岛就遇到了布林。布林接二连三地问出一大堆问题：你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？你们是怎么通过果子塔的盘问的？妈妈是非常可怕的海贼，你们一定会被杀掉的。路飞安抚了紧张过度的布林，告诉他我们是来带走山治的。布林突然安静了，他苦涩地笑了笑。果然，婚姻这种事情不是双方都同意的。妈妈是个自私的人，子女们全部都已经放弃婚姻自由了，因为子女们的婚姻都是妈妈用来强化孩子团的政治工具。布鲁克插了一嘴：大妈到底有多少个子女啊？布林端起茶杯，笑着说道：“妈妈有39个女儿，46个儿子，43个丈夫，全家一共有129人。而那些子女们，有些都已经结婚生子了。所以要论血缘的话，妈妈的家族要更大。不愧叫大妈，是真的能生啊！”根据布林所说，他似乎已经见过山治一面，对这个长相帅气、行为绅士、眼睛里全是红心的男人很有好感。不过，听说路飞等人要带走山治，布林虽然很失望，但还是决定向大妈隐瞒此事，帮助路飞等人把山治带出蛋糕岛。妈妈是妈妈，我是我。虽然山治真的很好，但是他却跟我这样说：虽然我很想和你结婚，但是我做不到，因为我想回到伙伴们的身边。虽然这是妈妈的决定，但如果对方后悔结婚，我跟他在一起也会难过的。你们这样为山治着想，我不能从你们的身边夺走他。布林的一番话十分感人，没想到山治竟然会被这么优秀有体力的女孩子喜欢。布林在纸上画了一张地图，递给草帽团。地图上标注的路线是唯一一条可以避开大妈耳目的路线，只有布林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知道。布林和众人约定，第二天在蛋糕岛的西南海岸碰面，他会将山治带过来的。
布鲁克感动的直流泪，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女孩子？这真的是四皇的女儿吗？路飞等人告别了布林，在镇上买足了食物，然后悄悄地回到桑尼号上，结果发现本来在这里守船的贝克穆斯却不见了。大家在船上找了个遍，却发现厕所里留下了短短几个字：快回去。事情开始变得紧张了。另一边，大妈海贼团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茶话会而准备着。大妈统治的万国表面上是许多物种和睦共处、一片欣欣向荣的和谐国度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。残暴的大妈是一个为了钱食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的怪物。茶话会需要大量的食材，大妈海贼团就会利用暴力的手段去各个岛屿抢夺。人们对大妈海贼团恐惧到了极点，因为只要大妈举办茶话会，必然要有很多人死去。大妈的手下正在各个石材小岛上杀人掠夺。同一时刻，大妈正在自己的地盘蛋糕岛上跳舞庆祝。这个肥胖的巨大女人就是四皇之中唯一的女性夏洛特玲玲。一想到即将到来的茶话会、婚礼、各种美味的甜品以及结婚蛋糕，大妈就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和一大群会说话、会唱歌跳舞的花花草草，太阳彩虹，载歌载舞。这么说吧，茶话会就是强取豪夺，就是展现实力的一个重要的社交。这次茶话会对大妈来说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嘉宾要到场，只不过那个人自己并不知道他已经被邀请了。那个嘉宾就是草帽路飞。自从他进入蛋糕岛的地盘那一刻，大妈就已经对他的动态了如指掌了。我是谢梦君，咱们下期见。